6岁擒获毒蛇，9岁和鳄鱼摔跤，他敢与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近距离接触，而最后却被一条鱼送走，这真的合理吗？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这位来自澳洲的鳄鱼猎人拥有近乎狂野的成长经历，他一生都在捍卫野生动物，没想到结局令所有人都唏嘘。那么他去世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传奇人物。有时候真的不得不相信这句话，有些人就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就比如史蒂夫·欧文，他是澳洲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也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民族英雄。而这一切的荣誉都要归功于史蒂夫多年来竭尽全力的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自然平衡。可能刚才鳄鱼猎人的名号会让大家有些误解，史蒂夫并不是专门捕杀鳄鱼的人，实际上他反而是鳄鱼的救世主。一直以来，他都在阻止猎杀者捕杀鳄鱼，还为他们安置新家。而这一切的努力也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制成《鳄鱼猎人》的节目。果不其然，该节目在全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蒂夫热爱动物的形象也深入人心。其实从史蒂夫出生的那一刻，似乎就注定了他这一生与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史蒂夫的父亲就是一名鳄鱼捕手，他曾受雇于澳大利亚政府，将鳄鱼从有人居住的地方转移到无人区。而母亲也是动物爱好者，他们家周围经常会出现树袋熊和袋鼠，偶尔还会有蛇光顾。这些不仅没有吓退史蒂夫，反而让他特别兴奋。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史蒂夫从小便熟知各种爬行动物的习性，更是掌握了在野外遇到危险动物的技巧。6岁生日那天，史蒂夫收到了一条蟒蛇作为礼物，这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未来要和父亲一样，成为野生动物学家，天天与动物们打交道。1970年，8岁的史蒂夫跟随父母搬家来到了澳大利亚丛林，他们在昆士兰州创立了比尔瓦爬行动物园，也就是如今的澳大利亚动物园。在当时，小小的史蒂夫每天乐此不疲，忙着帮助父母照顾动物。9岁那年，在父亲的监督下，史蒂夫还挑战了一把与鳄鱼摔跤。从小就这么生猛，长大了那还得了？确实，史蒂夫便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91年，美国博物学家特里雷恩斯前来参观比尔瓦爬行动物园，而这个时候的史蒂夫已经荣升为园长。没想到在简单交谈过后，两人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9个月后，史蒂夫就与特里结了婚。通常来说，新婚夫妇度蜜月都是一场充满浪漫与甜蜜的旅程。然而这对夫妇可不一般，因为比起游山玩水，他们竟然更愿意去抓鳄鱼。所以婚礼结束后，两人一拍即合去寻找鳄鱼的踪迹，防止偷猎者先下手为强。与此同时，特地尝试着拍摄史蒂夫捕捉野生鳄鱼的画面。后来，这对夫妇邀请了专业的摄制组，跟随他们的脚步记录下了这一切，而《鳄鱼猎人》这一节目便也应运而生。节目播出后，一下子就大获成功。人们惊讶地发现，史蒂夫一家人为了动物和大自然，竟然在做如此危险的事情。其实在这之前，人们在野外遇到鳄鱼，通常都会选择开枪打死它们，根本就没有保护意识。而在多年前，史蒂夫的父亲就教会了儿子该如何正确的抓捕鳄鱼，把它们迁移出人类居住的区域，这样既能避免人类受伤，也能把鳄鱼重新安置到无人区或者是动物园。另外，在节目中，史蒂夫还展示了该如何正确应对危险的爬行动物，无论是大蟒蛇还是巨型蜥蜴，在他手里都能够轻松被拿捏。惊险刺激的画面让《鳄鱼猎人》这档节目大受欢迎。1997年，史蒂夫意外发现了一种新海龟种群，后来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就叫做欧文赖头龟。随着节目的播出，史蒂夫的名气越来越大，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但他并不理会这些声音，始终为拯救濒临灭绝的动物而努力。为此，史蒂夫还经常呼吁观众在野外不要干扰动物，也不要破坏大自然，因为生态平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敏感得多。能做到这些，就已经是为保护大自然出了一份力了。贾斯汀·莱昂斯是史蒂夫的专用摄影师，他们俩从1996年开始就一起搭档了，可谓是情同手足。可谁也没想到，2006年9月4日竟然是他们一起工作的最后一天。当时史蒂夫和团队准备去拍摄虎鲨，他们先是乘船出去，放置了一些诱饵，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可是虎鲨迟迟没有出现，史蒂夫最不喜欢的就是空等了。于是他叫上贾斯汀，两人一起登上了橡皮艇，准备出去转转，能不能找到一些值得拍摄的东西。果然令人失望的是，这附近压根就没有虎鲨的影子。眼看今天就要白跑一趟，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条巨大的黄鲷鱼。这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黄鲷鱼与咱们所熟知的魔鬼鱼是近亲，别看他们一脸笑眯眯的样子，实际上是在用微笑掩盖恐怖。要知道，黄鲷鱼的尾巴上面分布着长短不一的尖刺，是能够分泌剧毒的。一旦它感受到巨大的生命威胁，这些尖刺便会成为穿刺敌人皮肤和骨骼的利器，并且注入毒液。轻者伤口疼痛，重者可能就会导致死亡。据估算，史蒂夫眼前的那条黄鲷鱼足足有2.5米宽。他们计划是游向黄鲷鱼，然后贾斯汀用镜头捕捉到它游来的那一刻。通常来说，黄鲷鱼天性温顺，如果有潜在的危险，它都会直接游走，并不会主动发起攻击。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当史蒂夫一点一点地靠近黄鲷鱼，他竟然没有游走，反而用身体前部支撑着，尾巴上的尖刺反复刺向史蒂夫的胸口。贾斯汀都惊呆了，这一操作竟然和热刀切黄油一样顺滑。很快，史蒂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贾斯汀赶紧把他带回了大船。此时的史蒂夫意识到自己遇到麻烦了，他告诉贾斯汀，他好像刺穿了我的肺部。可事实比这还要糟糕，史蒂夫的心脏已经被刺穿。很快，船上的其他成员开始想方设法急救，他们轮流用手按住史蒂夫的胸口，祈求他能够多坚持一会儿。贾斯汀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急救人员，描述了史蒂夫的情况。大约45分钟之后，他们的船只才抵达岸口。可惜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史蒂夫的心脏受到了重创，早已无力回天。他在最后只留下一句话：“我快要死了”，就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人物竟然死于一条黄鲷鱼，这个消息对于深爱史蒂夫的家人和观众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根据贾斯汀回忆，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前，他和史蒂夫已经拍了10几次黄鲷鱼了。不管是深水还是浅水，黄鲷鱼的性格都非常温顺。史蒂夫还经常抚摸它们，实在是没有料到这次遇到的黄鲷鱼竟然会主动攻击他们。思来想去，只有可能是黄鲷鱼把史蒂夫的影子当成了虎鲨，因为在那块地方，虎鲨经常以它们为食，所以黄鲷鱼的警觉性特别高。贾斯汀还透露自己拍摄到了史蒂夫在船上急救过程的画面，因为在他生前经常告诫团队成员，无论发生多么危险的情况，拍摄工作始终不能中断。后来这段录像被警方以检查为由而带走，最后才还给家人，但据说录像已经被销毁了。其实一直以来，史蒂夫的行为还引发过一些争议，就比如在2004年1月2日，他当时在动物园，一手抱着才1个月大的孩子，另一只手拿着鸡喂食鳄鱼，这引起了许多儿童权益组织及动物权益组织的不满，不少观众也对这种行为感到不适。后来此事还进一步发酵，使得昆士兰政府重新修订了关于管理鳄鱼的法案，明文禁止了儿童及未经训练的成人进入有鳄鱼的围栏。但不管怎么样，史蒂夫凭借夸张幽默的方式主持了电视节目，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也让保护动物的观念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总之，他的遗憾离世令所有人都感到痛心。澳大利亚总理曾经在新闻采访中公开悼念他，甚至提出要为他举行国葬，但后来被史蒂夫的家人婉拒。不过，还是有不少的粉丝来到动物园，共同纪念这位热情的野生动物保护者。可悲的是，史蒂夫留下的妻子还有2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姐姐才8岁，弟弟只有2岁半。但好在故事的结局让人非常的欣慰。大家来看一下这张照片，照片上的这3个人就是史蒂夫的妻子和2个孩子。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追随着史蒂夫的脚步，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事业。其实和史蒂夫小时候一样，2个孩子从小就和野生动物打交道。姐姐还经常出现在父亲鳄鱼猎人的节目里面。不仅如此，她还主持了自己的儿童野生动物系列节目《丛林女孩宾迪》。而这张照片当中，史蒂夫一手抱着考拉，一手抱着年幼的姐姐，非常有爱。姐姐的配文是：感谢你一直成为我的指路明灯。所以从小家庭氛围就如此，2个孩子也很难不像父亲一样成为真正的野生动物保护者。如今他们与母亲一同经营管理着澳大利亚动物园，还开设了新的节目，进一步展示该如何与动物们和谐相处，呼吁大家保护大自然，爱护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史蒂夫生前创办的基金会至今仍在继续资助和运营濒危物种的繁殖计划。动物园的大部分收入还都用于购买大片土地，给野生动物当作栖息地。姐姐曾经说过，父亲不在乎别人是否记得他，只希望他传递出来的信息能够被记住就足够了。我想，史蒂夫不仅仅成为了孩子们的指路明灯，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埋下了保护动物、保护自然环境的种子。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于史蒂夫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